观世音的法力究竟有多高？他又为何会被地藏王称为如来手下第一人呢？要问《西游记》中谁的法力最为厉害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如来佛祖。如来的法力确实非常厉害，毕竟他可以轻松降服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而天庭众仙却拿着妖猴没有办法。快去请如来佛祖！很多人就好奇了，同样与如来是五老之一的观音，他的实力究竟如何呢？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观世音下凡修行，替百姓铲除妖孽的篇章。这是观世音菩萨飞升前的最后一战，这个老头居然胆敢挑战观音菩萨，更对着妙善放出狠话。妙善说，这么多年来你造谣我是妖女一事，我可以不追究，可是你为臣不忠，谋害大王，屠害忠臣，篡夺王位，如今还纵容手下残害百姓，实在是不可饶恕。或许因为有黑鱼精的法宝，有恃无恐，完全不把妙善的劝说当回事，还狂妄大笑道，你父王丢失江山是因为他老迈昏庸，我能登上王位是因为我有真本事，你不服不行。或许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妙善也不打算手下留情了。或许倒也想领教他的佛法，说罢便拿出葫芦，嘴里念了一通咒语，就见葫芦里喷出一阵黑雾朝妙善扑去，而妙善则从容应对，拿出玉净瓶，直接将黑雾吸入瓶中。或许见葫芦不好使，又唧唧歪歪念了一阵咒语，朝着妙善撒了一把豆子，豆子落地就变成了一群小妖，张牙舞爪地冲向了妙善。妙善则轻轻挥动杨柳枝，可怜的小妖们瞬间灰飞烟灭。或许见状使出大招，控制石块砸向妙善，而妙善只轻轻一指，石头则全部化为灰烬。或许见自己的法宝在妙善面前根本没用，当即就想撒丫子逃跑，可没想到因为跑得太急，一个没注意脚一滑就掉下悬崖摔死了。或许算计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最后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了，真是可悲可笑啊！另一边，霍宇的儿子霍天宝正带领霍家军和村民们厮杀，关灵与霍天宝打得难舍难分。关键时刻，尹哥前来助阵，霍天宝见自己不敌，急忙祭出照妖镜朝他们照去。见关灵倒地，霍天宝便想趁机取他性命，怎料生死关头，尹哥舍身相救，挡下一刀。关灵趁机反扑，一剑刺死了霍天宝。相府师爷见大势已去，便一路逃到了山下。可关家兄妹早已等他多时，他只能跪地求饶。关清风则直接一刀了结了他的性命。至此，霍宇一党全军覆灭。正在这时，佛祖降临，他通知妙善，人间还有妖孽要除，那就是天界莲花池里的黑鱼精。当初他盗走仙果和天书，下界为妖，在人间兴风作浪，祸害百姓。佛祖让妙善前去降服，并赐给他一个木匣子。可好巧不巧的，黑鱼精自己就送上了门。他几番想要置妙善于死地，是因为当年他在天界修行时想偷吃仙果增进修为，可却被慈航大师发现并阻止。于是他心生怨恨，便盗走天书，逃到凡间。到了人间，又刚好碰到了慈航大师转世的妙善，这才三番五次想要害他。黑鱼精见妙善近在眼前，一上来就直接施展妖术，天空瞬间被乌云遮盖，而妙善却不慌不忙念诵法咒。黑鱼精还没来得及攻击，就被妙善收入木匣之中。而妙善此时发现净瓶之中竟然已经生出水来了，看来妙善离修成正果又近了一步。如今妖孽已经收服，可尹哥却牺牲了。妙善与他从小相濡以沫，亲如手足，未能救他，让妙善感到十分自责。而今妙善人间劫难已满，只等杨柳生根，玉瓶水满，便可飞身正果。可这日善财童子却不小心将玉瓶打翻，他担心师傅责罚，竟将山泉水灌入玉瓶中。不知情的龙女跑来告诉师傅，说净瓶的水满了，而且柳枝也生根了，拔都拔不出来。你看，来啊，师傅。妙善来到佛台，见果真如此，这才想起昨夜入定时见到心头白莲盛开的预兆，难不成是佛缘已到？接着嘱咐徒儿去告知父老乡亲，他明日就要离开大香山，前往金光寺圆寂成佛。善财见状，害怕耽误大事，便和师傅说出了实情。怕师傅指责，也怕师傅伤心，
便到溪水边将水灌满了。妙善却笑着说：“这柳枝的确已经生根，一切都是天意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误打误撞帮了个忙。”佛祖也已经算出妙善辰劫已满，便一大早跑来和各路神仙打招呼。今日慈航大士便会修成正果，让众神仙准备迎接慈航大士。而此时的凡间百姓们早已聚集金光寺，想要一睹妙善飞升。观世音菩萨终于要飞升了。只见妙善脚踏金丝毯，手持玉净瓶，缓缓入殿。善财龙女跟随妙善登上莲花台，立于两侧。妙善念诵佛语，接受众生叩拜。妙善的18般法相交替出现。伴随着一阵佛光佛音的出现，一阵白雾升腾，妙善师徒3人肉身成佛，圆寂于金光寺内，自此飞升天界，功德圆满。妙善本应回归天界，但却看到人间苦难太多，于是便向佛祖请示，决定留在凡间，前往南海普陀山落台正果。这时隐父问他：“你既已修成正果，今后应当如何称呼您的法号啊？”佛祖封为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、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告别了乡亲父老，观音便来到了普陀山道场。这日，观音菩萨正在普陀山打坐，突然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外国和尚。这位自称沙巴陀的僧人要拜见师傅。观音便问他从何处来，又往何处去。贫僧是西方佛国之人，到了东土中原，本想将佛传经。外国和尚说着地道的塑料普通话告诉观音，本来到东土是为了传经，可没想到大家都不愿搭理他，而且也没人知道什么是佛教。现在街上看到有人打架，便跑过去劝架，不料架没劝住，反而还被人家给揍了。愚钝，真是愚钝。然后他又到客栈住宿。哎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没想到客栈老板对他的打扮很是好奇，和尚便解释说他是来自天竺国的僧人，可老板压根不知道啥是僧人，还问他大老远跑到俺们河南来干啥。和尚说是为了讲佛传经。店老板那时听了一脸懵逼，见跟他说不通，和尚就想走。这时老板娘跑了出来，哟。说他脚已经踏进店门里了，不住也得住。和尚是有理说不清，喊来衙役也是帮亲不帮理，没办法，最后只能不情愿的住下。可到了半夜时分，他却听到了动静，没想到却发现这家店是个黑店，一旦得知店内客人有钱，便要杀人劫财。和尚见有人作恶，就想要管管。第二天，和尚发现老板娘要给有钱的顾客下药，和尚赶忙上前阻止，打翻了客人的杯子。这里面药，你这秃驴！老板娘说要什么药，还切克闹呢我。和尚见说不清，便想要报官，岂料衙役跟店家是亲戚，反而以他闹事为由，被县老爷打了40大板，最后将他赶出了河南地界。郁闷的外国和尚得到了如来佛祖的指引，让他去南海找观世音菩萨帮忙。善哉善哉。观音菩萨听了他的遭遇，一下就看出了其中问题。他此番东行受阻，乃是受语言障碍所致。你还是先回老家，把普通话练好再来吧。而观音自己则要去一趟河南。观世音刚一下山，就遇到了强盗打劫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到我的山上来？观音说：“这山是自然生成的，咋就成你的山了呢？”强盗说不过他，就让他把值钱的东西拿来。观音告诉他，佛门中人不喜钱财，只有念珠一串，你拿去吧。强盗拿出念珠正瞧着呢，怎料下一秒他竟变成了木头珠子。强盗气得随手一扔，而观音一抬手，念珠又飞回了手中，随后将念珠往地上一扔，顿时生出许多黄金玛瑙。强盗们正要抢夺的时候，可宝贝一晃眼却又消失了。众人缓过神，这才纷纷上前叩拜。我乃南海观世音菩萨。观音表明自己的身份，来此就是为了度化你们这些强盗。他见此地风景别致，可作佛门净地，于是就吩咐强盗在这山上建造一座慈云寺，以供世人拜佛诵经，然后将念珠化为建造寺庙的石料木材，这也是给强盗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随后观音飞上云头，打算来个批量
样度化世人，于是就给每个心思不纯的人都托了一个梦，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梦，这说明观世音菩萨真显灵了。可这事儿也不是每个人都信的，比如之前开黑店的那两夫妇，他们根本就不信这些。贾三认为自己从小坑蒙拐骗，坏事做尽，到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这个老婆婆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眼看马上就要饿死了，可却没有一个人可怜她。这时一个落榜的书生说：“菩萨都走了，我可怜你，谁可怜我呀？”书生转身刚要走，就听见老太婆在那儿嘀咕：“你都没怜悯之心，菩萨又怎会可怜你呢？”你说什么？见书生回头，老太婆就跟他讲起了大道理：“小伙子啊，这世间无情，每个人都只顾着自个儿，你只不过是科考不中，当不上官，怎么就不想想我老婆子连命都快没有了呢？你怎么不可怜可怜我呢？”老太婆的一番话，竟真的把书生给说破防了，转身就去给老太婆拿吃的。老太婆说：“我先去小树林里等着你。”随后，书生拿了一个玉米饼找到他，可老太婆却说：“你虽有了怜悯之心，但心还是不好。”书生反问：“我自己饭都没吃，就大老远跑来给你送吃的，心怎么就不好呢？”你明知我老婆子人已老，牙不好，可却拿着硬饼子给我吃，而你怕是要回家吃白馍吧？书生却说那是留给自己媳妇儿吃的。可老太婆接着又是一大堆道理，对自己亲人好是小善，若能对不相干的人也能像对亲人那样好，这才是大善呐。老太婆将饼还给了书生，书生见他实在可怜，便只好再次回家取来白馍。这下老太婆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正当书生要走的时候，老太婆却叫住了他，最后给他上了一课：你一心只想当官，却失了仁义，这样跟压着你的那些贪官有什么两样呢？说完，他起身便走。随着一阵白烟过后，观音菩萨显出真身，表示书生今年再去赶考必能高中，还叮嘱书生今日之事不要声张，他还要度化其他人。紧接着，观音又变成了一个村姑，来到桥上卖镜子，一把镜子居然要卖100两，众人都十分好奇，啥镜子啊，能卖这么贵？村姑说：“我的镜子不仅能照出人心善恶，还能照出前世今生，可100两实在太贵了，导致迟迟没人上前购买。”于是他又表示，只要给3文钱，就能先体验一番。一个小伙给了他3文钱，拿起镜子就开始照，没想到居然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只土狗，并且还经常受到主人的虐待。小伙顿时被吓得不轻，村姑让他别怕，只要今后改过自新，一心向善，下辈子定能投个好胎。随后小伙把镜子还给了他，然后一副痛定思痛的表情离开了。围观的群众见这么灵验，纷纷掏钱想要看看自己的来世，结果看了一下午，他们看到的不是牛马羊，就是鸡鸭狗。村姑告诉他们，来世由今生而定，人活一世，不好好做人，来世怎会让你再继续为人呢？可是大家下辈子都还想继续做人呢。如果你真想再做人，恐怕只有去问观音了。大家就问，那要去哪儿找观音呢？村姑指了指10里之外的小树林，说她曾在那里见过观音，观音还说了，明天她还会去那儿，你们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说不定就能遇到了呢。随后观音又来到了那家黑店，那么这次她又会如何度化这2口子呢？这个咱们下期再说。